你要不是我生的，我告诉你，我一定离你这种人远远的。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电影，自编自导自演。你知道你每次为什么能成功的骂我吗？因为你在我做第一秒动作之后就开始怀疑我做不好，你从来没有耐心等别人，你害怕别人能做好。叫做柔情史。你为什么逼别人做你喜欢的表情？你的表情也让我难受，我说过你吗？没有，我从没让人难受。你我之间必须有人扮演好人，你就是那个坏人，而我必须是那个好人。这个讲的就是一对母女处在同一个屋檐下，两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女人，但又不得不住在一起，相互折磨的故事。她是一个双女主的角色，那这个小雾的角色就是一个大龄的文艺女青年，租了一个小房子在胡同里面，靠写作为生，但是并没有稳定的收入。他的母亲是一个退休无业、婚姻失败、事业失败、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一个女性形象。这个母亲没法和自己家里面的老人相处，然后于是就搬到和他的女儿住在一起。他们都是那种对自我尊严受损过度敏感的人，因为有太多伤害。你不会写好的，我可害怕了。你别给我听男人。来自男性的伤害，来自邻里的伤害。你知道当年胡同里那些恶邻居都对我做过些什么吗？他已经习惯了和他的母亲在互相伤害中度日。狗不嫌家贫，你连狗都不如。在折磨的顶峰，他们其实都已经受不了了，于是两个人就都各自谈了一段恋爱，但是恋爱全都失败了，于是他们回家继续折磨对方。我太惨了，你一生的焦点只有我，你有朋友吗你？我操你妈的！其实他们两个也许都不太清楚人和人该怎么相处，他们都不成熟吧。不要有任何爱意，只能是说明文陈述句，连妈这个字都不能加。他们发生最大矛盾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担忧的时刻。女儿，在她失去一个男性依靠的时候，然后她的母亲就会陷入到极度的恐慌中。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吃饭的戏还是特别多的。餐桌上，这是他唯一可以跟女儿沟通的那个时刻。今天在超市碰上一神经病，我差点打人。我也碰见一个。那女儿这个形象，就她受母亲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多。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也觉得好舒服。买吗？其实张宪我觉得是一个有可能会改变他命运的人。他跟张宪之所以分手，是因为他觉得不相信美好。美不好吗？美不够真实，他就习惯了那种不好的事情，深处蕴藏着就是这个家庭的一点点很悲剧的东西在里面。最可怜的活法就是为了理解。你有病吧？我的电影当中没有那种岁月静好的那种粉饰，你可以看到是对于这些平凡普通的人的描摹。可能我生在胡同里面吧，然后就天生比较接地气。我经历过一段时期的单亲家庭，但我母亲是一个算是一个职业女性吧。我妈其实她当时都不想生我，她觉得我中断了她如火如荼的事业。自由是什么换来的？那是牺牲了我的时间换来的。英文的片名是就女孩永远开心。就你会发现我电影里面这些女孩好像都不是很开心的样子，所以它有一点讽刺的东西在里面。我的电影是很女性的，就是一个直觉的选择，但是其中又有对女性的一个批判。女性的那种焦虑好像更把伤害面向自己，是伴随终生的。我透过了一对母女的生活来看待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种种的人际关系吧。